老人家，救救我们！他们要杀我和女儿！给我仔细搜，绝对不能让那个女人跑了！跑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这儿。人在这儿呢。你老东西，这里没你的事，赶紧滚！哪来的苍蝇声啊？吵得老头子耳朵疼。老东西，找死！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！前辈，我恐怕撑不住了。他叫念念，求您照顾他，护他平安长大。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林家的孩子。念念，以后要听爷爷的话。老头子，你大清早把我踹下床，就为了让我去找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未婚夫？少废话！这门婚事是我跟苏老头20年前定下的。你下山之后，先去江城苏家报到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包办婚姻？他要是长得像猪八戒，我这辈子不就毁了？哼，人家是江城第一帅哥总裁，轮得到你嫌弃？50？江城离这儿300多公里，你让我走着去？年轻人多走路，对腰好。你就是抠。记住，下山以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暴露你的身份，更不许轻易动用天格。知道了，我找到人，退掉婚，吃顿烧鸡就回来。就怕到时候人家赶你走，你都舍不得走。不可能，男人只会影响我拔针的速度。臭丫头，欠你的家，总得有人给你。臭老头，自己定的婚约，凭什么非要我下山解决啊？赶着去投胎！苏总，赵小姐请你去喝杯茶，你要是配合，大家都省事。赵芷清给你们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赵小姐说了，只要把你带过去，今晚兄弟们人人有赏。喂，开车的，泥水溅我一身，洗衣费500，先赔一下。你没看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赶紧走！哼，哪来的土鳖？想碰瓷儿滚远点！大人说话，小屁孩少插嘴。第一，我24了；第二，你们耽误我收钱了。找死！脸皮厚不厚我不知道，你这棍子是真不结实。一起上，废了他！这是在拍电影吗？回去告诉姓赵的，追男人靠本事，绑人靠的是找死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被你们耽误吃烧鸡的路人。洗衣费500，救命费500，一共1000，现金还是扫码？1000太少了，我月薪5万，聘你做贴身保镖。没兴趣。10万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还得去找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夫退婚，没空给你打工。退婚？所以先把1000给我，我赶时间。钱会转给你，需要工作的时候打这个电话。行，傅少，后会无期。苏总，这人好像脑子不太正常。但他的身手，整个江城都找不出第二个。站住！送外卖走后门，要饭去地下通道，别把大厅弄脏了。我洗过了不臭，我来找人。切，找人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苏氏集团扫厕所的阿姨都比你穿的体面。我找苏燕慈，麻烦让她下来一趟。你找我们苏总，你也不照照镜子。吵什么？沈助理，这个叫匣子非要闯进去，说要找苏总。小姐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你告诉苏燕池，青云山林念沟来退婚了。退婚？就你？我们苏总会跟你订婚？拿张破纸就敢来招摇撞骗？你敢打我！保安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嘴可以乱说，别碰我的东西。立刻趴下，双手抱头。城里人见面都这么热情吗？住手！苏总，这疯子伪造婚书，还在公司动手，都退下。可他很危险。我说退下。原来你就是刚才欠我1000块的傅少。你来找谁？苏燕慈，我来退婚。我就是苏燕慈。长得还凑合，就是脾气差了点。既然正主在，那就省事了。跟我上楼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咱俩一人1半，4万各回各家。我说跟我上楼。你最好祈祷那份婚书是真的。这是我爷爷的私人印章，不可能伪造。
真的就行。来，你抓左边，我抓右边。谁说我要退婚？大哥，你图我什么？图我没学历，还是图我衣服补丁多？这门婚事是我爷爷定的，轮不到你单方面撕掉。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我不同意也不行。言辞，人接到了。爷爷，他就是个满嘴胡话、没有正形的乡巴。我警告你，林念姑是人中龙凤，这门婚事要是黄了，你这个总裁也别当了，立刻回老宅思过。爷爷，您至少听我把话说完。没得商量，1个月后我要看到你们好好站在我面前。看来你家老头也不让退，要不你再努力劝劝。林念姑，我们做个交易。先说好，卖艺不卖身。我现在内有股东夺权，外有赵家逼婚，你身手不错，白天做我的贴身保镖，必要时假扮我的未婚妻，应付我爷爷。不干。1个月后，月薪10万，包吃包住。你以为10万块就能动摇我的原则？别墅管饭，冰箱随便吃，每周可以加2只烧鸡。合同在哪儿？合作愉快。你刚才的原则呢？我的原则是不能让食物伤心。还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工作期间听我安排；第二，不准在公司乱动手；第三，不准对外胡说我们的关系。我也有3条：第一，不能饿着我；第二，晚上不许对我动手动脚；第三，工资每月1号到账。滚出去等我！老板，提醒一下，那1000块还没给。沈月，给他转账。1楼最里面是客房，2楼是我的私人区域，没有允许不准上去。书房和衣帽间更不准碰。你这房子风水不行，煞气太重，尤其那棵树挡财路。那棵罗汉树是我花20万从南方空运来的。20万买棵柴？城里人的钱真好骗。你敢碰它一下，我从工资里扣。我只是好心提醒。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好？经常半夜惊醒，早上头疼，进公司后还总觉得胸口发闷。你调查我。那面镜子正对楼梯，院里的树又压住进气口，阴湿之气全聚在2楼，把镜子转向，再开窗3日，头疼自然会起。少爷，这位就是老爷子说的少奶奶吧？不是，她只是保镖。张妈好，我暂时负责保护她，顺便防止她打光棍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晚饭取消。老板英明。连家里都被人装了东西，这个老板麻烦比烧鸡还多。林念姑，你在干什么？老板早，我做早餐呢。你把我的罗汉松砍了。昨晚不是说了吗？他挡财。你看这树干一点都不经烧，20万绝对被骗了。那是艺术品，我养了5年。气大伤肝。来，尝尝用20万木头烤出来的红薯，身价都不一样。你赔我的树。别浪费，咬一口。赔偿的事儿慢慢谈。烫。慢点儿，又没人跟你抢。怎么会这么甜？因为灶底我放了陈皮和干松针，火候够，糖分才出来。你昨晚是不是没头疼？只是巧合。行，20万的巧合。少爷，外面来了很多人，说是赵家来收城南项目的违约金。让保安报警。饭还没吃完就来砸场子，这群人真没礼貌。苏总，城南项目停工，按照合同，苏氏要赔赵家2000万，赵小姐让我们今天来收账。城南项目是赵家单方面撤资，违约的是你们。这份补充协议的公章是伪造的。少说废话！今天要么拿钱，要么把别墅里的东西全搬走，给我砸！我已经报警，你们敢动手，谁都跑不了。等警察来之前，足够兄弟们把这里拆3遍。谁踩的？老子踩的，怎么了？你踩坏我的灶，浪费我的早餐，还想打我的老板，你这条腿是不想要了吗？又是你这个土妖！今天老子带了20个人，看你还能扛多久！苏总，怪不得拿不出2000万，原来把钱都花在旁人身上了。这姑娘看着倒结实。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吃顿早饭，既然你的嘴这么没分寸，就先给他消消毒。一起上，拦住他！他到底还是不是人？2000万是吧？你敢动我，赵小姐不会放过你！回去告诉他，
伪造公章、私闯民宅、寻衅滋事，3份礼物我替他记着，下次再来，我亲自上门收利息。证据都在，谁也别想走。老板，保镖业务完成，记得5星好评。算你尽职，家具损失从赵家账上扣，你砍树的钱另算。怎么还记着呢？我们的苏大总裁终于舍窜来公司了，我还以为你忙着在别墅里藏女人，连公司死活都不管了。这是董事会，不是菜市场，说正事。你带回来的女人打伤赵家几10个人，赵芷蓉已经放话全面封杀苏氏，城东项目所有供应商停工，公司每天损失300万。苏总，你为一个女人得罪赵家，这是拿我们的钱赌气。年轻人做事冲动，这个总裁位置确实该换个人了。赵家先撤资，伪造合同，私闯民宅，你们不追究赵家的责任，反倒让我去道歉。商场如战场，低个头怎么了？只要你交出总裁印章，我去向赵小姐赔罪，项目自然能继续。你昨晚私下见过赵芷柔？随你怎么说，今天这个位置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保安，保安，把他请出去。开个会而已，搞这么大阵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造反。我不是让你在门外等着吗？我本来很安静，是他们说话太难听，影响我嗑瓜子儿。哪来的臭丫头？这里是最高董事会，轮不到你撒野。刚才谁要把我老板赶出去？站起来，我看看。是我！你敢在这里打人，我马上报警抓你。报警好啊，不过警察来之前，我想请你看点风景。放我下来！救命！大叔，高处风大，脑子清醒了吗？清醒了，快拉我回去！总裁位置谁坐？燕慈坐，他永远是总裁。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有，苏总英明。你看，讲道理多有效率。这就是你说的安静？我全程没大声说话。会议结束，法务部核查赵家合同，审计部查所有与城东项目有关的异常付款，谁再阻挡，视为主动辞职。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你和苏燕慈一起死无葬身之地。苏总，最后一家沙石供应商也拒绝订单。赵芷如已经通知江城所有建材商，谁给城东项目供1粒沙子，就是和赵家作对。备用供应链呢？外省运输至少需要15天，可项目停工1天损失就有300万，银行也开始重新评估受限。你先出去，让我想想。林念姑，公司都快破产了，你还在打游戏？刚打完，输了。你要是帮不上忙，就给我回别墅，别在这碍眼。多大点事儿，值得你哭鼻子？我没哭。是窗外的雨下进你眼睛了。整个江城的建材床都被赵家控制了，没有材料，项目必停。项目一停，银行抽贷，银行一抽贷，苏氏资金链最多撑7天，这是死局，你懂吗？本市最大的建材商是谁？宏发建材的秦元山，人称秦胖子，他和赵家利益绑得最深。你想干什么？找他谈谈。商场有商场的规矩，你不能把人打一顿逼他签合同。放心，我是讲道理的人。你刚才在董事会也是这么说的，那不是挺有效吗？等我回来，记得准备合同。这个疯子，不会真把秦完山绑回来吧？苏氏没人了，派个保安来跟我谈上亿的生意。城东项目的建材，你供不供？不供。赵小姐说了，谁帮苏燕慈，谁就别想在江城混。做生意看利润，你这么听赵家的话，不怕把自己赔进去？宏发占江城60%建材渠道，谁能让我赔？年轻人，回去告诉苏燕慈，跪下向赵小姐认错，说不定还有条活路。你那个3号仓地基下沉了，再往里面堆料，不出10分钟，东墙会塌。胡说八道！3号仓上个月才验收，柱脚有裂纹，排水沟又被堵住。昨夜下雨，地下涂层吃水，东南角至少沉了3公分。秦总，今天确实有人说墙面出现了裂。闭嘴！还有6分钟，你不信可以继续坐着。装神弄鬼，把他扔出去！
墙要塌了，里面还有人！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能谈生意了吗？能，林小姐，您救了我几十号工人的命，也救了红发，我马上给苏氏供货，价格打5折，先供货后结款。不是我救你，是你命里该有这次教训。偷工减料的施工方最好交给警方查。一定，我亲自去苏氏签合同。再加一条，今晚第一批材料必须进场。耽误我老板睡觉，我回来找你谈第2次。不敢耽误，来人，调车！所有车先攻城东项目。苏总，红发愿意承包城东项目全部建材，价格5折。另外，未来3年苏氏所有项目，我们都优先供货。秦总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林小姐什么都没做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她，红发今天就要出大事故了。我说过，我是讲道理的人。5折供货，秦总不怕赵家？苏燕山以前是我鼠目寸光，赵家拿渠道威胁我，可林小姐救的是几十条人命，更何况3号仓偷工减料的施工方正是赵家控股的。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。苏总，材料进场后，项目明早就能全面复工，几家观望的供应商也主动联系我们了。秦总，合作按合同走，苏氏不会让伙伴吃亏。明白，林小姐，那我先去盯发货。去吧，别堵着我老板下班。合同是他自愿签的，烧鸡也是我自己买的，没用公司钱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风太大没听见。没听见算了。老板，你刚才是不是感谢我？再说一遍，我录下来当铃声。滚！别总皱眉，你笑起来比凶人的时候好看。我说请你吃饭，你就选这种地方。高档餐厅吃不饱还得端着，这里多自在，尝尝补气血。我不吃这种奇怪的东西。那你喝粥，你胃不好，空腹喝酒会疼，今晚不准碰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胃不好？你办公室抽屉里有3种胃药，开会时每隔半个小时按1次上腹。你不是铁打的，别总拿身体跟工作赌气。你平时看着没心没肺，观察倒挺细。那得分看谁，普通人我懒得看。所以我不普通。你是欠我数钱的老板，当然不普通。明明是你欠我20万。帅哥，跟这种穷丫头吃路边摊多没意思。姐姐带你去吃海鲜，再找地方深入交流。滚！这还挺大。这只手不想要了，放开，姐妹们弄死他！再让我看到你们用这种眼神看他，我把你们眼珠子当弹珠。姐，我们错了，马上滚！怎么被我迷住了？我是想提醒你，你又乱动手。那你扣工资吧。这次不扣。冰山男总裁夜会女保镖，这条消息赵小姐一定出高价。偷拍视频一夜之间登上本地热榜，几十个账号同时转发，背后明显有人操控，股价开盘已经跌了6个点。第一时间发律师函，公开项目复工材料，用事实转移舆论焦点。发布源头叫江城瑞演，负责人拒绝撤稿，还说有别的视频。这张拍的不错，老板，你侧脸挺上镜。现在是欣赏照片的时候。他们说我是软饭女，这就算造谣了。我明明靠实力吃饭，也比姓赵的好看。林念姑，你闭嘴。苏总，公众有权知道您是否用上市公司资金长期供养私人女伴，只要您承认，后续照片我们可以不发。你在敲诈我？这是合理协商，我手里还有你们同居的证据，一旦发出，苏氏形象会彻底崩塌。你车停在城北废弃进桌厂后门，左边是红色消防箱，右边有一块掉漆的蓝门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车窗反光都写着呢。等我10分钟，我们当面聊。你又要去处理对方？不去，他已经跑不了了。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查到他涉嫌侵犯隐私，非法安装偷拍设备，电脑里还有赵氏公关公司转账记录。苏总，有转账证据，舆论可以彻底反转。请您念词。匿名举报是你，厉总是你来，
昨晚吃饭时我就发现有人跟拍，顺手在他车底放了个定位器。打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偶尔也得守法。难得你还知道守法。老板夸得好，奖金什么时候发？没有奖金。苏总，赵芷柔派人送来的，商会晚宴今晚举行，他特意加了一句，务必带上您的贴身女伴。摆明了想当众羞辱我。全江城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到场。赵家在商会经营多年，我们要不要称病推掉？晚宴有免费奥龙吗？有，还有神户牛肉、鱼子酱和香槟。去，必须去。商界交流不能因为个人恩怨耽误。你就知道吃。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赵芷柔肯定安排了后手。怕什么？有我这个保镖在，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。你可以不去，赵芷柔真正想针对的人是你，所以我更要去。你是我老板，也是婚书上写着的人，让你一个人去，我回山后会被老头笑死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陪你换衣服，你总不能穿这身去商会。挺好的，耐脏，还能藏针。今晚你要是敢让我丢脸，烧鸡取消1个月。老板，衣服可以换，发型别动。苏氏集团总裁苏燕慈先生到。苏总的新女伴是谁？气质也太好了。不是说是个吃软饭的乡下保镖吗？看着倒像顶级世家的千金。苏总还真敢把这个野女人带出来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保安穿上礼服，骨子里还是保安。赵芷柔，请你放尊重点。尊重？一个靠男人买衣服、住别墅、吃软饭的乡巴佬也配让我尊重？赵小姐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眼袋红肿，脚步虚浮，说话中气不足，还带着口臭。最近是不是经常失眠心动，还总觉得手脚发凉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懂点医术，你这是长期熬夜，纵欲过度，气血两亏，再不收敛，别说结婚，3年内身体都得垮。听说赵小姐1个月换4个男伴，难怪身体吃不消。怪不得脸色那么差。阿泰，把他的牙一颗颗敲下来。小姐，废双手还是双脚？全废，出了事我负责。这里是商会晚宴，你敢乱来？老板，躲远点，新西装挺贵，别溅上血。花间做事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弱了，没意思。你敢在李首富的晚宴上伤人，今晚谁也救不了你。江城商会会长、李氏集团董事长李万才先生到。李叔叔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乡巴佬在您的晚宴上闹事儿，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好大的胆子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。李叔叔，就是他，您快叫保镖废了他！啊！李叔叔，您打错人了。打的就是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想死别拉上李家。林小姐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李某有失远迎，请您恕罪。老李，几年不见，你排场越来越大，晚宴门槛倒越来越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乱叫。林小姐教训的是我管教不严。李叔叔，他就是个山里来的土鳖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从今天起，李氏集团终止与赵家所有合作，商会同步暂停赵氏会员资格。来人，把他扔出去。李叔叔，赵家和您合作10年，您不能为了一个外人。林小姐救过我全家的命，别说终止合作，就是她要整个李氏，我也双手奉上。姓李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下次放狠话之前，先把尿频治好。李首富为什么对你这么恭敬？很多年前他在山里被野猪追，我顺手拿砖头拍死野猪，救了他一命。你用砖头拍死野猪？你当我3岁？说实话你又不信。老板，这龙虾真甜，你尝一口。林小姐，苏先生，二位真是天造地设。李董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对，暂时还没领证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李万才，竟然为了那个乡巴佬封杀赵家，我爸已经停了我所有银行卡。光发脾气没用，苏燕姐靠林念姑撑腰。城东100亿项目一旦建成，她在董事会的地位再也动不了。你不是说能把他赶下台吗？只要项目出人命，苏燕慈就得负责。刘彪，我让你准备的事儿怎么样？
工人那边已经煽动好了，我会告诉他们劳工款被苏氏扣着，再安排人趁乱让砖头。只要砸中苏燕慈，工地就会彻底失控。只砸伤有什么用？我要他死。他到底是我侄子，没必要把事情做绝。现在知道心软，你私自挪走项目4000万，又伪造供应合同，一旦他查出来，你后半辈子只能在牢里过。苏总已经让审计部查账，再给我2天，我可以删除服务器备份。不够，明天工地一乱，你立刻切断监控，顺便把付款记录改成未支付。林小姐交代的没错，苏二爷果然在这里。兄弟们，苏氏拖欠我们半年工钱，现在还想开工，绝不能答应！关公司不给钱就停工！别给停工！全就停工！大家冷静，苏氏昨天已经把全部劳务款打到宏达劳务公司账户，不存在拖欠。假的，我们1分钱都没拿到，黑心资本家还敢骗人！兄弟们，砸了设备！苏总，先撤吧，现场失控了。真正被欠薪的工人没有错，我不能走。敢动我的男人？谁是你的男人？先处理正事。你过来。打人是犯法的，大家都看着，你敢动我？普通砖头不会提前装定位器，你们怕扔不准，所以安排人用信号指引，对吗？各位，苏氏支付的4800万劳务款，昨天下午3点到账，钱没有发到工人手里，是宏达劳务负责人把资金转进3个私人账户，银行流水、转账录像和收款人信息都在这里。钱进了你的账户，是你吞了我们的工资。不是我，是苏二爷让我这么干的。他给我100万，让我带人闹事，还说只要苏燕慈受伤，剩下的钱就不用还。二叔，昨晚的会所录音，绑架舆论、伪造合同、侵吞项目款、蓄意伤人，一样不少。他为了总裁位置，连我的命都不要了。有些人有血缘，却没有亲情，别替他难过，不值得。你早就知道今天会出事，知道有人要闹，但没想到他们敢冲你下死手，所以你一直藏在人群里。我答应过保护你，只要我还站着，就没人能让你受伤。苏总，我们也是被他蒙蔽，之前罢免的事。带走7位股东收过他的好处，名单和金额都在审计报告最后一页。主动退缴配合调查，我保留你们的股权；继续隐瞒，法庭见。苏燕慈，你别想把所有脏水泼给赵家，刘彪只是苏振海的人，和我无关。那这段我要他死是狗说的，录音是伪造的，录音器、原始存储卡、会所监控，你喝过的杯子全交给警方了，是不是你？技术部门会告诉法官。姓林的，你别得意，李万才能护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谁告诉你是老李护着我？赵芷柔涉嫌叫嚣作案、非法经营和挪用公款，已立案调查，请视频另一端的同事立即执行传唤。苏总，苏振海名下账户正在向境外转移资金，他已经失联。冻结他在公司的所有权限，通知机场车站协查，同时保护项目证人和家属。他没有逃，他是在等最后一次翻盘。什么意思？一个贪了10几年的人，不会甘心只带走几千万，他手里一定还有你最在乎的筹码。我的好侄子，惊不惊喜？给你1个小时，带上总裁股权转让书，一个人来西郊废弃化工厂，敢报警或者带姓林的来，就给你好友收尸吧。让开，妍妍是无辜的。你去了，他们手里就会多一个人质。那我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他因为我出事吗？把地址给我，你回办公室等消息。不行，苏振海说那里有枪，还有赵芷柔留下的人，你一个人去会死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生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燕慈，相信我一次。你答应我，先救人，不要逞强。只要雅雅活着，股份、公司我都可以不要。你的朋友会回来，公司也不会丢。坏人拿走的东西，我会让他们一件件吐出来。苏总，技术部定位到电话信号确实在西郊化工厂，警方建议先拖延时间，他们正在布控。正常布控来不及，苏振海在厂区埋了炸药，电话挂断后，信号已经进入倒计时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打电话时，背景里有老式工业计时器的机械声，最多40分钟。那你更不能一个人去。
老板，保镖也有保镖的规矩，你留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林念姑，你必须活着回来！你还欠我20万的数。结账。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我一枪崩了你！枪口抬高3寸，不然走火先打中你自己人。打死他！这还是人吗？怪物，他是怪物！公路上放你一马，你偏要回来送命。都是苏二爷逼我的，炸药也是他准备的。姓林的，放开他！你再往前一步，我立刻按下去，大家一起死！你按一个试试。你以为我不敢？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真正不怕死的人，手不会抖。我有钱，今晚账户里还有3个亿，只要你放我走，钱全是你的。3个亿很多吗？那就一起死！军用双保险楼管，外接压力感应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怎么会认识？5年前，有人用同样的东西炸过一座边境医院，我拆了37枚。不可能！你侵占公款我不管，你夺权我也不管，可你动了他在乎的人，还想让他哭。林念姑，我是燕慈的亲二叔，你不能杀我！正因为你是亲人，才更该知道他有多痛。林小姐，燕慈说你只是他雇的保镖，现在是，以后不一定。着火了！大哥，你这是做饭还是造生化武器？闭嘴！这是法式黑椒煎牛排。法国人看见会连夜修改菜谱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给女人做饭，你今天必须吃完，不然扣工资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没必要用这种方式谋杀救命恩人。吃不吃？怎么样？味道是不是很独特？有毒。对不起，我明明照着教程做的，我只是想谢谢你把雅雅带回来。其实也没那么差，除了外面焦里面生，盐放了3遍，别的都挺好。身体没有大碍，主要是受到惊吓，回去休息几天就好。手腕按时换药，最近不要沾水。谢谢医生。林小姐，昨天你从2楼跳下来时，到底是怎么避开那些子弹的？跑得快一点就行。你以后少看动作电影，对身体好。那炸弹呢？你用几根针就停住了倒计时，我可全看见了。线路老化，碰巧短路。你编故事的水平比拆炸弹差远了。林小姐，昨天送来的伤员都说是您救了他们，您的手臂也受伤了，要不要我帮您重新包扎？也行，昨晚包的确实有点。不用，我会替他处理。好，那您记得别绑太紧。林小姐如果不舒服，随时来找我。人家护士只是关心救命英雄，你紧张什么？他是苏氏员工，工伤由公司负责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吃早餐，不吃醋。燕慈，你以前谈几10亿项目都不眨眼，现在一个小护士就让你乱了阵脚，看来某人的地位不一般。雅雅，你刚脱险就有精神拿我开玩笑？不是开玩笑，昨天被绑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不是死，是怕你为了救我真把公司交出去。后来林念姑来了，我突然就不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见你的名字时，整个人都变了。那些人拿枪指着他，他眼睛都没眨。可我说你在公司哭了，他脸色一下就难看了。燕慈，一个女人是不是真在乎你，危险的时候最藏不住。1000万收购苏氏51%股份，签字以后，你今晚陪我去酒店喝一杯，我还可以再加100万。苏氏市值300亿，你拿1000万收购控股权，这不叫收购，叫抢劫。在省城，钱家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，你若不签，明天之后江城再无苏家。老公，哪来的野狗叫这么大声，影响我打游戏了？谁是你老公？你就是赵芷柔说的乡巴佬，跪下给本小姐磕3个头，我留你一条命。你就是省城钱家的继承人，知道怕了？没听过。废了他！隔空点粪，你也是鼓舞者。回去告诉钱家，再敢把爪子伸到江城，我把整棵树连根拔了。你敢动我，我父亲一句话就能让苏氏所有银行断贷，合作商解约。打的就是你，你会后悔。3天之内，我要苏燕慈跪着求我。不用3天，明早9点，我等你回来求他。
他们怎么办？半小时后自己能动，让保洁绕着扫，别碰坏公司东西。钱家不是赵家，那是省城第一财阀，资产1000亿，政商人脉盘根错节。1000亿资产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串随时能抹掉的数字。苏总，6家银行同时搁置新增贷款，还要求3天内偿还到期粉息，总额18亿。公司服务器遭到境外黑客攻击，客户资料和财务数据全部被加密，备份节点也被恶意锁死。秦总和另外10几家合作商发来解约函，宁愿赔违约金也要终止合作。钱家还在2级场恶意打空，股价已经跌停。苏总，我们根本不是钱家的对手。现在向钱小姐道歉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先启动现金储备，优先保障员工工资和在建项目安全。客户数据启用离线备份，所有高管不得对外发布未经确认的消息。现金最多撑5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那么努力，可他们一句话就能毁掉我10年的心血。不是你没用，是他们习惯了用钱和权压人。林念姑，我们是不是要破产了？我是不是根本不配做这个总裁？瞎说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可那是钱家，资产1000亿，背后还有省城商会。闭上眼睛，睡一觉，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恢复原样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拿我的名字保证。尊主，真的是您！5年了，您终于联系属下。省城钱家动了我的男人，钱家安敢如此？属下罪该万死，没有约束好省城势力。天亮之前，我不想再听到钱家2个字。恢复苏氏银行受限，解除所有恶意解约，清除黑客锁定，参与围攻的人一个也别漏。天阁四部立即集结，3个小时内钱家从省城。别伤无辜，我要的是规则，不是血。属下明白。你去做什么了？给一个欠我人情的老朋友打电话。他能解决钱家？能不能解决？明早9点看戏。一个江城小公司也敢跟钱家作对？明天开盘之前，我要苏氏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爸，等他跪下签字，那个林念姑交给我，我一定亲手废了他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海外基金同时抛被前世债券，集团信用评级被下调，3家核心银行要求提前追加担保。谁在做空我们？天穹资本、北辰银行、海悦航运、秦氏财团，全是天阁系企业。天阁？我们什么时候得罪天阁了？省城商会刚刚发布公告，终止钱家会长资格，税务、经渣和市场监管同时进驻，集团12个隐蔽账户被全部冻结。不可能，那些账户连我都不知道，他们怎么查到的？你到底惹了谁？就是江城苏氏的一个保镖，他叫林念姑，一个山里来的乡巴佬。秦老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林念姑这个名字也是你们配叫的？修罗令，他是天阁尊主。5年前，尊主一人平定海外13堂，救下万余华乡。从那天起，天阁所有财富、人脉和力量，只听他一人号令。不可能，他明明穿得像个乞丐。尊主穿什么不影响你们今晚破产。钱家用非法手段围剿苏氏，证据已经移交，至于能不能保住命，明早亲自去向苏先生赔罪。混账！立刻去江城，他不原谅你，我亲手打断你的腿。苏燕慈，我只给你10分钟，带着股权转让书下来签字，再让姓林的自断双手，否则我今天砸了这栋楼。我们还是先报警，他带了这么多人。报警多没意思，老公，老婆带你看戏。别乱叫，反正媒体都在，先让他们习惯一下。你昨晚不是很狂吗？现在再狂一个给我看看！你脸怎么肿了？左右还不一样。钱家家教挺别致。给我动手！秦老、雷会长、李首富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给我打！打到尊主和苏先生满意为止。秦老，您打我干什么？钱家全部非法资产已冻结，核心公司进入破产清算。你父亲已因涉嫌洗钱、恶意操纵市场被带走调查。不可能，我们钱家是省城第一财阀。苏氏寿险已全面恢复，新增100亿联合寿险今日生效。此前抽贷属于违规操作，相关负责人已经停职。苏总，所有供应商撤回解约函，违约损失由我们共同承担。昨晚是受到胁迫，请您再给一次机会。这一切
都是你。先吃一半，压压惊，挺甜的。林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放过我，我不知道您的身份。你错的不是不知道我是谁，是你以为自己有钱就能随便毁掉别人。我愿意赔钱，多少都行。该赔的赔，该承担相应责任的承担相应责任。再走，别脏了我老公公司的地桩。林小姐，请问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是苏氏，月薪10万，包吃包住的贴身保镖。别的问题不方便回答。你还装？合同没到期，身份不能乱改。隐世宗门当代传人，天阁尊主，海外代号修罗。林小姐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？资料写得太夸张，我就是会一点医术和功夫，顺便救过几个人。李万才、秦老、雷会长、省城商会和17家银行，全是你顺便救的？人缘好，没办法。王八蛋，你明明这么厉害，还天天在我面前装乡巴佬。看我为了公司焦头烂额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玩？我下山时本来只想退婚，不想用身份压人，后来留在你身边，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。普通人会一个电话让千亿财阀破产？我也没想到他们动作那么快。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！不放！放开！燕慈，让我抱一会儿。谁准你叫这么亲密？婚书准的。你不是要退婚吗？下山的时候，我确实只想撕掉这门莫名其妙的婚事。可这段时间，我改主意了。改什么主意？我认定你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林念姑想用一生保护的人。不是因为婚书，也不是因为2个老头的约定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说得好听，本总裁很难养，花钱如流水，脾气还不好，你养得起吗？就算买下整个世界送给你，也养得起。那我那棵20万的树呢？赔了30万，多出来10万算利息。算你有诚意。那婚还退吗？想得美，本总裁盖过章的女人，这辈子都别想跑。哎呦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爷爷，您进门怎么不敲门？我要是敲门，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画面？老爷子，你出现的时间点卡得真准。好丫头，不愧是修罗战神，我这把牌算是押对了。爷爷，您早就知道他的身份。当年林老头拿婚书来找我，我起初也觉得不靠谱，后来我动用海外关系，查到这丫头在境外做的那些大事，我当时就想，哪怕用绳子绑，也得把这个孙媳妇绑在苏家船上。所以你们2个从头到尾合伙骗我？主要是林老头的主意，有意见找他，爷爷最多算知情不报。你卖队友也太快了。言辞，商场如战场，爷爷护不了你一辈子，可我给你选林念姑，不是让你依附他，是希望这世上至少有一个人在你累的时候能站在你身边。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们连报都报了，还等什么？户口本我带来了，民政局也替你们预约好了，现在就去领证。现在？就现在！不去，我就收回总裁印章，让你们每天在家研究怎么报。爷爷说的对，择日不如撞日。谁准你叫爷爷？提前练习，免得一会儿改口不熟。沈月，下午会议全部取消。今天苏氏最大的项目是让我孙子把媳妇娶回家。2位再靠近一点，肩膀贴住，看镜头，笑一笑。这样够近吗？手往上放一点。再往上就是肩膀，照片不好看。你要是敢乱动，今晚睡客房。摄影师，麻烦把他拍帅一点，家里人想看看奇迹。林念姑，很好，就这个表情，很自然。请确认双方自愿结婚，不存在胁迫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什么？退婚失败，捡了个帅气老公，我赚大了。我是说，跟我结婚以后，不许再隐瞒身份，不许擅自消失，不许拿危险开玩笑。好，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别一个人扛，你可以先告诉我。好。恭喜2位登记完成。
我就这么结婚了，感觉像做梦。怎么，苏总后悔了？现在进去换绿照，窗口应该还没下班。想得美，正在我这里，这辈子别想换。证领了，婚礼什么时候办？孩子什么时候要？名字我都想了10几个。爷爷，我们今天才领证，10几个名字都叫什么？我先筛一下。林念姑，你给我站住！这又是你安排的？我只让老秦别搞排场，他可能对排场2个字理解不误。恭喜尊主，恭喜苏先生！你让他们先起来，这里是民政局，不是古代山寨。都起来！说过多少次，城里别行这种礼。尊主，这是天阁为苏先生准备的一点小小嫁妆。省城天穹中心51%股权，北辰银行永久董事席位，海悦航运3成分红权，以及天阁在国内全部商业项目的共同决策权。这叫一点小小嫁妆，任何一项都价值100亿。谁让你们准备这些？四部得知尊主成婚，连夜共同决定。苏先生若不收，我们今日便不敢回去复命。收？为什么不收？这是小林的一片心意。我不能收。苏先生是不满意，属下马上让他们重新准备。不是不满意，是太贵重。林念姑的身份、财富和天阁属于他自己，我和他结婚，不是为了拿走这些。老秦，把商业项目共同国质权留下，其他的收回去。我说了不收。这不是嫁妆，是工作。天阁那些老家伙只会打天下，不会管公司，正缺一个真正懂经营的人。你替我看着，免得他们把家底败光。尊主说的极是，天阁商业版图庞杂，苏先生若愿意主持，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。你们早就商量好的，夫妻共同决策，合法合规。你负责赚钱，我负责打架，分工明确。谁允许你只打架不干活？那我也可以负责做饭、烤红薯暖床。最后2个字不许当众说。老公，结婚第1天就管这么严，后悔了？不敢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10万月薪别忘了涨。现在我有证，属于持证上岗。先签一份婚后公催：第1，不准瞒我；第2，不准失联；第3，遇到危险必须告诉我；第4，工资全交老公保管。这条可以加上。纵横海外的修罗尊主，原来也有怕的人。这不叫怕，这叫有人管。2个人彼此管着，日子才像个家。各位都看清楚，所谓天阁尊主，不过是用暴力和黑金操纵商界的恶徒。钱家破产，赵家被查，全是林念姑公报私仇。苏总，请问苏氏是否利用林小姐的私人力量打压竞争对手？100亿授信是否属于利益输送？苏总，直播源在境外，暂时无法切断。不必切，让他说完。我手里有天阁向银行施压的证据，只要林念姑公开认罪，我可以交出全部资料。说完了，那轮到我。钱家和赵家倒下，不是因为得罪我，是因为他们做过的每一件事都经不起调查。银行恢复苏氏授信，也不是送人情，是纠正被钱家胁迫的违规决定。天阁已向监管部门提交全部交易记录，接受公开审计。此次行动没有侵占任何合法资产，没有干预任何司法程序，我们做的只是把藏在暗处的证据送到阳光下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！林念姑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毁掉你的不是林念姑，是你把别人的拒绝当成羞辱，把法律当成摆设，把家族的钱当成伤害别人的武器。赵志柔，你涉嫌教唆伤害、绑架未遂、敲诈勒索，请立即停止反抗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直播用的是钱家海外服务器，而服务器权限昨晚已经移交监管部门。你不是在曝光，是在自首。苏总，外界拍到您与林小姐出入民政局，请问2位是否已经结婚？这条不是谣言，林念姑不是我包养的女保镖，是我合法的妻子。顺便澄清一下，我的工资还是月薪10万，老板没有赖账。你还知道来？婚书是你定的，领证你不来，婚礼也差点迟到。徒弟嫁人又不是我嫁，我提前到了，他多紧张。你就是舍不得随礼。青云山埋了50年的药酒，千金难求。这不是你去年泡的杨梅酒吗？成亲的大日子，
拆师傅台，你是不是皮痒？燕慈，以前谁说女人只会影响你签合约的速度？他不一样，他会替我把合同拿回来，还会顺便把对方送进警局。老公，这算夸我吗？勉强算。我第一次拿着这张婚书下山，只想着怎么把它撕掉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婚书能安排相遇，却决定不了真心。所以呢？所以今天我不想用它绑住你。我再问一次苏燕慈，你愿不愿意娶林念姑？不是娶天阁尊主，不是娶什么修罗战神，只是娶那个会砍你树、抢你红薯，每个月领你10万工资的林念姑。我愿意，不过先说好，树不许再砍。工资可以不要，老板得归我。成交。亲额头算什么？亲嘴！就是，我还等着抱重孙呢。两位爷爷再起哄就都不许喝酒。老公，第一次见面你欠我1000块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洗衣费500，救命费500。现在利息有点高。想要多少？1辈子。准了。